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高超音速飞弹，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美国是有暗鹰，可是暗鹰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美国相关初级的作战的一个需求的规定。中国提供的装备，第一个就是提供给伊朗自我防卫的力量。第二个，美国也会把第一手的，例如说萨德飞弹提供给以色列，经过测试，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现场，才会了解这些装备未来的性能提升要该如何做。接下来关心中东哦，美伊谈判是假的，是真的要开战吗？因为川普这一次呢，针对了世界上许多跟伊朗比较友好的国家做了制裁，那么在关税上面的制裁，同时它的航母已经压境了，伊朗则是亮出它的超高音速飞弹，再加上北京传出说要提供雷达跟防空系统给伊朗。今天我们来看到中东战事一触即发，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是，美军这一次祭出的各种制裁，也代表战争进入倒数了吗？我们可以看到2月6号的美伊和谈是真的已经破局了吗？还有没有救啊？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这一次也亮出它的各种武器，除了这个长程弹道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之外，还有这个巴马赫的超音速飞弹，射程据传直指以色列，真的有这么强吗？最后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到底是否真的帮助了伊朗提供反隐形的雷达，加上它的防空飞弹系统，它的战力又如何呢？能够威胁到美军的轰炸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阿曼这一天，2月6号举行的这个核谈判呢，美国已经要求了伊朗的2件事情，包括说，伊朗你停止生产你的浓缩铀，还有呢，核燃料移出到其他的国家，并且接受监督。结果没有想到，伊朗针对美国提出的这2件事情都是完全的拒绝的。现在看起来，核谈判是否已经破裂了呢？所以呢，美国最新就赶快祭出了各种的制裁，来自于川普，他针对了锁定伊朗的14艘影子舰队，还有15个实体，宣布呢，接下来会对伊朗的贸易加增，其他的国家对伊朗只要有贸易会加增25%的关税，并且在军事面，林肯号打击群带着45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了，包括它的周遭的第9舰载机的联队也在这边做了升空待命。美国已经要求自己的公民赶快立即撤出伊朗，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也会来去做协助。再来看到是伊朗，它亮出它的这个超音速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超音速飞弹，它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弹头重量1500公斤，已经部署在他们新的地下导弹城了。除了刚刚讲的这一款超高音速的飞弹之外，还有4枚的其他的超音速导弹，这边说速度可以达到8马赫，射程同样是2000公里，15分钟内就可以锁定以色列了。伊朗的外长说呢，如果美国敢动手，那么中东美军基地也会被先得到报复哦。中国大陆则是提供伊朗在这个方面，不管有反隐形的雷达系统或者是防空系统，在内包括了多款的武器，要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的轰炸机。那么解放军也接收了大量解放军的军用运输机。据传呢，中国还向伊朗提供了红旗9B 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小舰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有关于前委员来帮我们做分析，这个有关于美伊的核谈判是否可以说真的已经破裂了？刚刚讲的伊朗提供了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这个飞弹，而且呢还部署了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的飞弹，在这里是真的能吓阻美国，还是先发制人？委员怎么看？既没办法先发制人，也没办法吓阻美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因为伊朗没有反舰导弹，而且没有可以打航空母舰的反舰导弹。反舰导弹跟这些导弹性质是不一样的，档次也不一样。除非中国给他引起20亿，可是他也没有战斗机，也没有轰炸机，所以他更没谈了哈。他们伊朗敲锣打鼓哦，他们有没有超音速导弹？有啊，当然有，因为超音速导弹就超过1马赫以上就超音速导弹嘛。不像那个战斧飞弹哦，它是0.8马赫，那当然不是超音速导弹。可是伊朗有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媒体都沸沸扬扬。但是我要坦白讲我的想法，我认为他没有，因为我始终看不到他的技术资料，不像中国、俄罗斯都会亮出技术资料给你看。所以对于所谓的什么
什么8马赫，他们讲的都是终端速度8马赫，任何一个导弹到终端速度都要随便都超过5马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重点是在中间的飞行速度有没有超过5马赫？因为中间是最容易被拦截的。因为飞弹出生段没有人会去拦截你，中生段很难拦截，所以大部分拦截都是在中段。那拦截在中段，像我们爱国者飞弹是拦截是在中段，是在最后最中段拦截，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会特别好。是，那你这个中段拦截必要条件有2个，拦截不住就是说，第一个你速度要5马赫以上，因为5马赫以下雷达能够锁定，5马赫以上现有雷达无法锁定。然后这个还可以什么？你不让雷达锁定，还有一个方法，你要可以漂浮，所以变成有乘波体，2个因素中要有1个。那或者2个都有，当然更好。所以当你这个弹体无法被锁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拦截。他讲的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霍拉姆沙赫尔，他经常讲说他有射程2000公里，射程2000公里没什么了不得就是中程弹道导弹。然后这个超音速也没什么了，但是他到了没有办法拦截的地步，那我觉得稍微夸张了一点。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高超音速导弹，其他国家没有，看不出来其他国家有那胡塞组织那纯吹牛的啦那再来看看这个射程打以色列，打以色列挨个几个导弹也正常啊。一场战争什么可能不挨几个导弹呢？对那只挨几个导弹对以色列会伤多大？我认为是以色列承受得起承受得起，不至于说被打以后就瘫痪了，不至于不至于像乌克兰这么菜不会啦。从军事观点来讲是这样看，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美国要怎么打伊朗？第一个不会登陆部队，第二个会采取贝尔格勒大轰炸的模式。可是这种大轰炸的模式有个先决条件，弹量要够。它以目前所谓的450枚战斧巡弋导弹不够，要加倍，一定要加倍要加倍。那加倍的话，就要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来。那现在据了解，小布希号好像在赶来当中，但是还没有确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整个战略目标，就说我这场战争，美国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美国认为他是想要铲除教士政权跟革命卫队的头目，仅此于这样就能够动摇伊朗的政权。大家不要把想说动摇伊朗政权很复杂，伊朗政权是全世界最容易动摇的政权。你看看那巴勒维的爸爸，一个旅长带了一个军队就把那个卡萨王朝给打垮了。那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伊朗的特性，因为伊朗一向是少数民族政权，就像满族统治中国，那汉族大多数，如果汉族不理你满族，你满族就垮台了。现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它如何精准的，第一个弹量要够，大轰炸量要够，第二个就是说情报要准，到底这些人住在哪里？他并没有要灭伊朗，也没有把伊朗什么能源设施打烂掉，那倒没有，打会打，那不会打烂掉。那他开这个条件呢？他当然是在勒索伊朗，伊朗怎么可能答应呢？不止如此，他还要什么把他的弹道导弹？当然有人讲说，伊朗现在有什么多少个几百公里的地下弹道导弹，平常讲那个都不太管用了。为什么不太管用？因为美国都知道弹从哪里出来啊。弹道导弹最麻烦的，除非像土地像中国够大，一拉5000公里，伊朗怎么可能地下5000公里的这种所谓的井喷式弹道导弹没有，伊朗没办法。那几百公里，美国应付得来。好，这个是伊朗的战力的评估。那中国呢？中国现在说提供给伊朗反隐形雷达系统跟它的防空飞弹，能不能有效的威慑美国的 B2或者是 B52等等的轰炸机？小舰长又怎么看？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郑源老师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高超音速飞弹。那很多人会质疑说第3个国家美国也应该有美国是有暗鹰，可是暗鹰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美国的相关的那个初级的作战的一个需求的规定所以其实现在也真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那我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呢，也就是在阿拉伯海上面的这一个林肯号航空母舰它迎来了鱼鹰机。这个鱼鹰机里面坐的不是一般的补给品，也不是路人甲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第一位这一位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派驻到伊朗的这一个
和平代表，也就是科索夫。那另外这一位呢，其实是库许纳，也就是川普的女婿啊。那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啊，也就是钦差大臣跟驸马都到了，也就是直接传递给这一个林肯号的讯息非常清楚。当然现在不需要，现在只需要用 data link 就可以传递了。但是它的出现这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是很强的。如果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USNI 所提供的这个相关资料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布希号不见了。布希号上一个礼拜呢，其实出海了，可是现在又不见了。不见，它不仅不见而已。我们看到 USNI 它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它提供的是10多天返港的一个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川普自己写的书啊，《交易的艺术》，他会不断的奋斗，不断奋斗，直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伊朗啊，还有古巴啊，那但是我们讲回说，中国提供的装备，那我现在拿出这张图啊，有很多人会质疑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个 JY27的这个雷达，这个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委内瑞拉也有啊，对，现在大家都证实了委内瑞拉的这个雷达，第一个没启动，第二个保养的状况非常的差，所以其实没有达到作战的使用的状况。这一种雷达其实因为它使用的是 VHF 频段，专门客制的，也就是逆中战机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还会不断提供到这个伊朗？当然，第一个就是提供给伊朗自我防卫的力量。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也会把第一手的，例如说萨德飞弹提供给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测试一下嘛，经过测试，然后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现场，才会了解这些装备未来的这一个性能提升要该如何做。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去年我个人去长春航展上面所看到的 H408的这种雷达，这种长程预警雷达，它已经把第一个它的这个构面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小。而且呢，它也一样是 VHF 频段。那另外，大家所谓的提供这一个红旗8的这种防空飞弹啊，它其实如果以外贸型来讲，也就是直接卖输出的话，因为解放军用的，它实际的驻用我们并不知道，可以达到260公里。可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是比较长的，然后比较粗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红旗9C 的，也就是感觉比较小的，这是在去年93阅兵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相关的技术资料，其实还没有公布。大家可能会笑啊，说中国大陆用的这种反逆中的雷达，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给大家看啊，其实这是最新的一种，也就是 JY26，它使用的是圆形极化的天线。那大家说这种啊大而不当啊，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跟大家报告，下面这一个 TPY-X 雷达也是如此。这个雷达是洛克希德马丁做的，目前美国还没有投入战备，但是即将投入战备。为什么？因为这种雷达的确可以来征收逆中的战机，或者是逆中的各种的水面的舰艇，美国也需要。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不要因为这一个委内瑞拉的状况，就认为解放军的装备不行。好，这个是中国大陆提供给伊朗的装备武器。那关键还是要回到说，因为2月6号的这个核谈判，美伊的核谈判破裂嘛，那接下来美伊关系又如何发展？我们最后1分钟，请聂老师帮我们补充。OK， 我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去年大家记得6月4号，对不对？这个在加拿大开的 G7 会议，一半就偷跑回去，然后说2个礼拜要打这个伊朗，结果呢2天就攻击的这个所谓的是深土炸弹啊 GBU-57。结果你会发现炸60公尺，好像没有炸到80公尺，这个又核外泄也没有。那现在呢，要人家限制核，他现在告诉说我们要谈判，上桌谈判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限制你核发展。你不是把人家炸光了吗？第二个，其实你再炸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用谈判叫人家限制呢？当然，这是我想伊朗呢，他要维护他自己生命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保命武器，他不能，所以他只能说我暂停，而且说我可以把这些先送到俄国，你知道吗？他的后面的这个背后代理人就中国、俄国，大家可以还保护他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谈判是谈不拢。第二个，当然美国还要求他这个长城这个飞弹的弹道要把它这个完全要这个取消掉，所以你觉得这个这个伊朗怎么会接受？当然，这时候你就会这样发现他们这个剑拔弩张。可是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没有错，我也搜寻了一下，伊朗其实它没有真正所谓的反舰飞弹啊。即便这个可以打得很远，但是我看到的收文是，它不是真的要打你这个舰，它可能打不到，它是要你这样做，我就打你这个所谓的美军基地。地对地的嘛，那个是这个所谓的长城飞弹，也就是他那几个有最少好几枚，他可以打到以色列，就攻击以色列。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是这些动作而已。那当然对美国来讲，我觉得现在美国他不敢随便乱打，迟迟不打，我觉得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时空背景不一样，跟去年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因为伊朗这些就是反动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情绪也变化。第三，他准备现在也比较齐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讲到的，现在有背后所谓的背后代理人的这些协助，包括我甚至知道他们有这个卫星已经空照把这个林肯舰它的走向定位都定得非常清楚，这个情报都给了伊朗。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算美国的一些动静，也可能中国给的光情资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让伊朗比较有机会呢抓准他们要走的动向，再适时的给一些这个回击。所以当美国要打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发现打人这个伤7分，自己会重伤3分呐。当然，包括那些防空的那些反隐形、反立中的这些飞弹。这些装备系统雷达系统，我觉得也是让伊朗这次比较保有准备，比较敢现在跟美国对峙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战事。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的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哦。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份，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
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一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个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正通过红海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2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
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他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米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一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讲的轰炸目，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本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的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3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他是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米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现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它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它经过它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它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它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缉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一个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
9000万的这个人口，对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那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啊。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哦，或者是从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他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哈，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哦，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个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啊，你都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啊，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呢，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节目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聚焦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啊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哦，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哦，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它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它偷偷关闭了它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哦，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这也是以往美军哦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啊，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啊，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对伊朗
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语音要到，E3跟美国领空航母舰属的 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叫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是。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个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1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 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内瑞拉，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底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那为了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就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这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
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的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胆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哦。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了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在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了，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撤离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他是不是吹牛，但如果说他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1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
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了，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他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
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是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好，这个谢谢杨老师的分析哦。这个是不是要借助扶植另外的力量来推翻，让现在伊朗内部的压力锅整个爆开来？这个要时间来观察。